你有沒有發現，身邊有些人明明每天吃得很飽，卻總是無精打采，而有些人吃得清淡簡單，卻整天神采奕奕。我們總以為情緒是心理問題，體型是遺傳問題，皮膚狀態是保養問題，但其實這一切的答案可能都藏在你每天吃進去的食物裡。古人說病從口入，這句話我們都聽過，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分量。因為它不只是說吃壞肚子這麼簡單，而是在說你今天的樣子其實是你過去每一餐堆疊出来的結果。为了搞清楚這件事，我查閱了大量營養學和心理學的資料，結合身邊真實的案例，為你整理出這篇文章。看完你會明白，為什麼你的情緒、體態甚至性格都和吃脫不了關係。腸道被科學家稱為人體的第二大腦，它不只是消化食物的器官，更是一個能分泌血清素的內分泌系統。沒錯，你沒聽錯，人體超過 90% 的血清素，也就是俗稱的快樂荷爾蒙，是在腸道裡合成的。這意味着，如果你的腸道菌群失衡，長期攝入高糖、高油加工食品，你的情緒調節系統也會跟着紊亂。有位讀者曾私訊我，說自己這半年來總是莫名其妙的暴躁易怒，看什麼都不順眼。他原以為是工作壓力太大，直到某次體檢，醫生提醒他長期外食是甜成癮，導致腸道菌群嚴重失衡。在醫生建議下，他開始減少精製糖攝入，增加膳食纖維與發酵食品。3個月後，他告訴我自己整個人輕了，不只是體重，連情緒都變得穩定了很多。這不是巧合。醫學研究早就發現，高糖飲食會造成血糖劇烈波動，進而引發情緒起伏。而長期缺乏 Omega-3 脂肪酸的人，罹患焦慮與憂鬱的比例也明顯更高。換句話說，你昨晚那杯手搖飲，可能就是你今天心情低落的隱形推手。我們常說一個人面色紅潤、眼神有光，其實這些描述背後都有科學依據。皮膚是身體最大的器官，也是內在健康最誠實的鏡子。長期攝取高糖高油食物，會加速體內糖化反應，讓膠原蛋白變性，失去彈性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明明才30歲，皮膚狀態卻像40多歲。反觀那些長期保持均衡飲食、規律攝取蔬果與優質蛋白的人，皮膚通常更緊緻，氣色更好，整個人看起來也更有精神。日本長壽之鄉沖繩的居民，飲食中蔬菜、豆製品、海藻比例極高，加工食品攝取量極低。當地不僅平均壽命全球領先，居民的皮膚老化速度也明顯比其他地區緩慢。這不是天生體質的優勢，而是幾十年如一日的飲食習慣換來的結果。你今天的氣色不是化妝品決定的，而是3年前、5年前你吃進去的每一餐慢慢累積出來的。這聽起來或許有點誇張，但越來越多研究指出，飲食結構與性格特質之間存在着微妙的關聯。長期攝取高精製糖與反式脂肪的人，體內慢性發炎指數普遍偏高，而慢性發炎已被證實與衝動性行為、注意力不集中密切相關。也就是說，有些人並非天生急躁易怒，而是飲食讓身體長期處於發炎狀態，情緒調節能力因此下降。反之，攝取足量 Omega-3
B 群維生素、鎂元素的人，情緒普遍更穩定，抗壓能力也更強。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體會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我3餐幾乎都靠外送解決，炸物、含糖飲料樣樣不缺。那段時間，我發現自己特別容易煩躁，做什麼事都靜不下心，甚至跟朋友聊天都容易發脾氣。後來在營養師朋友的建議下，我開始自己備餐，增加蔬菜、堅果與全穀類的比例。大約1個月後，我明顯感覺自己耐心回來了，看待事情也不再那麼容易情緒化。那時候我才真正明白，性格不完全是天生的，飲食也在悄悄雕刻着你。了解了這些原理，接下來分享幾個簡單實用的方法。減少精製糖攝入，不需要完全戒糖，但可以從減少手摇飲、甜點的頻率開始，用水果代替部分甜食。增加膳食纖維與發酵食品，多攝取蔬菜、豆類、優格等，幫助腸道菌群維持平衡，間接穩定情緒。補充優質脂肪，深海魚、堅果、酪梨中富含的 Omega-3 對情緒穩定與大腦健康都有幫助。規律進食，避免血糖劇烈波動，不要餓過頭再暴飲暴食。規律的3餐能讓血糖平穩，情緒也會跟着平穩。給自己一點耐心，飲食調整不會立竿見影，但只要堅持，身體會給你最誠實的回饋。看到這裡，你會發現，改變自己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困難。不需要極端節食，不需要昂貴保健品，只需要在每一餐裡多一點覺察和選擇。你今天吃下去的每一口食物，都在參與塑造明天的你。情緒、氣色、性格看似是心理和天生的產物，實際上都藏着飲食的痕跡。從今天這一餐開始，試着多愛自己一點，因為你真的是你吃出來的。點個再看，一起把日子過得更好。